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2月27日啊，嗱2日啦已經，咁但係咧都要講下香港財政預算嘅，因為呢個咧對我有影響啊，唔好話對我冇影響啊。首先咧，我有 MPF 喺香港嘅，而啲 MPF 咧裏邊咧就持有咗一部分嘅港股，咁所以香港嘅經濟咧對我息息相關嘅。咁啊，加上咧上次馬雲咪有機會見到習近平嘅，我第二日即刻講啦，我馬上溝咗貨噶嘛，因為咧見到咧就民企咧就將會拆牆鬆綁啦嚇，國進民退咗多年，民企咧好可能咧喺而家中美貿易戰嘅情況底下咧，關稅戰嚴厲嘅情況底下咧，又會拆牆鬆綁，加上咧美股咧即係前景不明朗喎，因為大幅加關稅啊嘛，咁所以咧好多個企業咧可能咧個盈利都會大不如前，咁所以咧就變成咗有啲資金會去咗亞洲地方，尤其是去咗香港啦啲資金，咁所以咧呢個財政預算會對香港短期、中期、長期都會造成影響嘅。嗱，我講過一個經濟史嘅概念啦，叫做不可能三角。喺一個政府如果陷入咗財赤呢，佢就會面對住3種困局嘅。如果你有財赤，你就一係就係要加稅啦。咁但係問題，香港唔同其他嘅經濟體，香港咧過去嗰100幾年，由1842年開始都係實行低稅率政策，而呢個低稅率政策咧就吸引咗無數嘅企業咧嚟香港駐紮嚇。如果香港一旦加稅嘅話咧，呢啲企業咧就會流動嘅，就會將總部咧搬去新加坡、搬去杜拜、搬去瑞士呢啲避稅天堂度。咁所以咧香港加稅咧就好困難嘅。加企業稅好困難，咁啊好啦，加消費稅嘅話咧，好似新加坡咁，新加坡都會加消費稅啦。咁但係咧，新加坡咧同馬來西亞之間咧，始終咧有一啲嘅區隔喺裏邊，而且咧啲人咧北上去到新山消費咧，嗰個意欲啊就唔夠香港咧北上啊去大灣區啊，或者而家直頭搭高鐵啊去廈門啊去邊度消費都方便啦。咁所以咧，香港如果一旦徵收消費稅嘅話咧，香港嘅零售業會排山倒海咁執笠。咁呢個嚴重啦，係咪？咁啊，然後好啦，香港如果要加稅咧，只能夠加中產嘅稅嘅，因為中產咧佢哋高不成低不就，你加佢哋稅咧，佢哋只能夠敢怒不敢言嘅啫。咁但係你加佢哋稅咧，立竿見影就會導致佢哋消費力疲弱，消費力疲弱，零售業又會死喎。所以不可能三角嘅第一招咧就加稅，喺香港咧就冇咁適用嘅，喺比起其他地區更加唔適用。咁啊第二招就要減開支、減福利。咁呢個呢就係好重要噶啦，咁如果你唔想加稅，你就要減咯。但係今次嘅財政預算呢，對於政府最大嘅開支就係公務員嘅支出，1000幾億嘅公務員常規支出呢，佢只係選擇咗凍薪，而冇呢係減薪，冇好似我之前所建議咁，起碼減2成啦，減2成人工，咁啊平均，咁如果減2成人工嘅話呢，喂，一年可以慳翻數百億嘅喎，對於而家800幾億嘅財赤慳翻300億嘅話呢，其實就係非常大嘅幫助嚟㗎。咁我冇咁做，因為而家 AI 時代其實好多公務員嘅職位係可以慢慢淘汰，譬如話康文署 book 場啦，嗰啲嘅職位其實可以用機器做代替㗎嘛，用機械人代替㗎嘛，好多嘅醫院嘅預約系統嗰啲亦都可以用機械人代替嘅，可以用人工智能代替嘅，好多職位都得㗎。而家我喺英國急症室，我前嗰排先去完急症室啊，喺度撳下撳下，就早幾個月咧都仲係人手登記嘅，而家就撳下撳下㗎啦，即係唔知好定唔好啊，要慢慢適應啊。咁啊，所以公務員咧要大幅cut 咗一啲合約嘅職位去。第一，第二就係凍結新增職位。第三咧就係咧合併而家有嘅職位，尤其是咧一啲嘅問責高官啦，而家由治及興啊嘛，仲要咁多副局長係咪啊？仲要咁多呢個政治助理，做咩用啊？冇需要政治游說噶咯，而家係而家即係上行下效噶咯，而家係雷厲風行，咁唔需要向公民社會交代噶咯。立法會唔需要90席咁多啊，呢啲咪全部可以扣減嘅。特首嘅人工點可以高過國家主席咁多呢？國家主席人工11000蚊人民幣，特首你高咁多，呢個係以下犯上嚟噶嘛。咁所以呢，如果公務員開支唔大幅縮減嘅話呢，政府呢個財赤係解決唔到嘅，只會有第三招嘅啫。第三招而家就係用緊啦，就係大舉發債。有啲人話你睇下英國啊，債台高築啊，歐洲啊，日本啊幾嚴重啊，你做乜笑香港？香港都冇乜債嘅。呢個不能比較，日本、英國、歐洲呢啲國家，佢哋係主權國家。主權國家有第一個特點就係佢可以發鈔，
香港係不能發鈔嘅，因為香港咧係同聯繫匯率咧掛鈎，係有個錨喺裏邊嘅，係有強方同弱方嘅，所以咧香港港元咧係唔能夠透過發鈔去溝淡債務危機，英鎊、日元就可以咁做，亦都常規地咁做。第二就係咧日本同埋呢個嘅甚至乎台灣啊，甚至乎英國啊呢啲國家呢啲地區咧，佢哋係可以有自己嘅國營工業、國營企業，甚至乎有領土有海權，係可以咧抵押作為一個債務嘅喎。如果真係冇錢還嘅，喂，可以攞個領海嚟抵押嘅喎，可以攞油田嚟抵押嘅喎，可以用呢個國營企業嚟抵押嘅喎。香港除咗呢個嘅港鐵之外咧，並冇大型嘅國營資產而且香港根本就唔係國營香港只係一個小城市嚟噶嘛，所以咧你嘅債務償還能力係同頭先嗰啲國家地區咧係不能夠相提並論。所以香港如果一旦有債嘅話咧，佢用到咁上下嘅時期，佢就要行翻頭先另外嗰兩招啦，一係就加稅，一係就縮減開支。但係到時加稅嘅話咧你就已經要還巨額嘅債務。你加完稅仲要還巨額嘅債務，咁變成咧個經濟咧只會雪上加霜嘅。咁所以咧呢個我就睇今次嘅財政預算咧，認為對香港短期就冇乜影響嘅。香港短期仲會受惠於呢個嘅美國嗰個關稅政策，導致到咧美股可能咧會有震盪，而有部分嘅資金會回到香港市場，呢個係事實。咁但係中長期咧就大件事啦。所以陳茂波今次嘅做法咧就係將個炸彈留翻俾下一屆政府。佢完全咧係冇喺今次咧財赤上邊咧係用大刀闊斧嘅方法去解決問題，而今次嘅財政赤字咧實際上嘅赤字係比你想象中咧係高好多嘅而今次嘅財政赤字到底係幾多錢呢？其實實際咧就超過2000億嘅而家咧公布就800幾億，就好似比市場預期900幾億好，咁但係因為咧佢係將咧債務收入發咗個債券收入咧就計咗入去，所以嗰度咧就變成咗咧1000幾億數字。而咧仲有呢個防疫基金同埋種子基金嘅回撥，嗰度又撥埋落去。實際上如果冇咗呢3樣嘢，冇咗債務，冇咗呢個防疫基金同埋種子基金，香港今年嘅赤字已經超過2000億啦。呢個係香港01嘅報導。而出年咧預計嘅實際赤字咧，因為要還債啦嘛會有2248億，呢個犀利係咪啊？所以香港嘅實際債務咧就會去到2000億。咁如果2000億嘅話，財政儲備咧其實就係唔夠捱喎。而家香港嘅財政儲備實際上可以頂到8個月嘅啫，其實係如果假設冇收入嘅話咧，只係8個月香港政府就會破產嘅。咁但係問題唔會冇收入嘅，香港要頂呢個財政赤字咧，仲有好多招數。我之前講過啦，可以將公屋富戶咧個租金同市場掛鈎，因為而家香港即使公屋係富戶，佢要俾可能2倍3倍嘅租金，但係同市場仲係脫節噶嘛，係咪啊？市場你租個劏房喺深水埗咁都可能咧1萬幾千噶咯，但係公屋富戶都唔會俾到1萬幾千嘅房租噶嘛，所以你只要將咧呢個公屋咧個租金咧係同市場掛鈎如果你嘅資產咧係或者入息係低於呢個嘅標準嘅，咁收翻公屋應該收嘅租金啦。但係如果高於標準嘅，就應該按市場租值。咁呢個咧就會令到房屋署房委會就大幅增加收入啦。呢啲係一個方法嚟。咁但係咧，香港今次政府就並冇呢個大舉想辦法改善佢個赤字喎。咁陸路離境稅嗰啲更加唔會做啦。陸路離境稅如果每人過境收100蚊，即係當然如果你係跨境居住嗰啲，可能有豁免啦，有部分豁免啦。否則嘅話咧，就係旅客咧就收100蚊。喂，呢個咧一年係幾千萬嘅遊客進出。咁呢度就可以收大量嘅錢噶咯，但係佢亦都冇咁做啊！垃圾徵費係嘛，每戶可以收300蚊每個月，咁佢又冇咁做如果咁做咧，又可以多100幾十億，咁所以今次唔做咧，你就留翻俾下一代去做，下一代去做咧，佢變成咗個債務會更嚴重。而香港而家實際上面對嘅問題係咩？結構性財赤。而呢個結構性財赤嘅原理係點解呢？係因為咧香港以往嘅收益大部分係依賴賣地同埋印花稅收益，呢個就所謂嘅地產霸權。而地產霸權香港而家不在咯，因為香港房地產投資似乎咧就唔再係吃香啦。因為信心危機嘅問題啦，即使啲新移民專才嚟，都唔係優先買樓咯。香港舊年我已經講過啦，當時仲係有人唔信，施永青佢哋仲係持相反嘅意見，就認為咧撤辣係會幫到樓市，結果撤辣只係令到樓市刺激咗2個月，2個月以後繼續低迷。
咁同樣道理，而家呢個財政預算呢，佢短期對香港經濟並冇實質嘅影響，但係去到明年、後年呢個實質影響就會好嚴重，因為到時唔加稅就冇辦法可以解決到香港嘅財赤問題。如果到時唔大規模縮減開支，就冇辦法解決。而到時縮減開支嗰個力度一定係要比而家大嘅，因為而家基本上咧係冇真正咧係縮減開支。而家佢只係做啲咩咧？小修小補嘅東西。譬如話咧，將公務員凍薪，咁凍薪係完全冇幫助嘅。香港公務員嘅開支每年咧係千幾億，如果你減兩成，可以慳翻300-400億嘅話咧，其實對財赤先有實際幫助啊嘛。而冇，佢只係咧喺公務員嘅編制裏邊咧減2%。而家 AI 時代根本大部分以前嗰啲文書職位係可以被淘汰嘅，而被淘汰你唔需要一下炒晒佢嘅，唔係好似馬斯克咁一下炒晒佢，係咪啊？你可以提出俾佢哋自願離職，或者咧係凍結佢嘅職位，或者係裁汰佢嘅職位，分階段，咁而唔係以2%啦，你起碼每年定10%、20% 個目標，你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喎。削減1萬個職位，咁呢個實在太少啦，係咪啊？削減政府部門嘅開支，每年只係減1%，咁當然個好處就係，你每年減1%就唔會令到個消費太疲弱啦，因為你減好多個消費，梗係疲弱㗎。咁但係問題而家香港嗰個財赤係迫在眉睫啊嘛。你唔去做，你就會面對呢個問題，除非你停晒嗰啲基建啦。但係而家嗰啲基建係政治行為嚟噶嘛，北部大都會以千億計咁投資落去嘅，喂，咁你就一定要繼續持續發債先可以維持到呢個北部都會喎。而香港啲老牌地產商都先後咧表態噶咯，佢冇能力去參與北部都會噶咯。咁所以到時北部都會如果冇足夠嘅地產商支持，又係要政府埋單喎，用公營機構嘅錢去支持去起嘅。大陸嘅企業亦都唔會，即係房企而家自身難保啦。大陸咧唯一最着數嘅就係咩咧？嗰啲建築商同埋建材商就會喺香港政府度咧攞咗大量嘅經費啦。咁但係嗰啲房企就冇能力嚟投資啦嘛。咁咧嗰啲紓困措施2蚊乘車優惠改為2蚊2折，喂，慳好少錢嘅咋？2蚊乘車優惠咧，佢個改革5年先慳到62億。咁呢個係對財赤咧係並冇實際嘅幫助嘅。檢討咩什麼私家車收費咪標位違例泊車，喂，一年先增加20億杯水車薪，取消2500蚊嘅學生津貼喎，呢個係20億，呢個咪引起不公咯，係咪啊？政府高官係可以凍薪，而呢個嘅學生係要減2500蚊津貼，長者係要扣62億嘅呢個2蚊乘車補貼。雖然就冇好似預期咁，即係一刀切將呢個長者乘車優惠咧係褪後年齡冇，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消息，但係實際上就係肥上而收效啊，因為你凍薪，啲高官已經人工係比世界各地都高嘅。比世界各地都高，喂，有啲人就話唔係喎，你如果唔係咁做咧，就吸引唔到啲人才留喺政府喎，會去商界喎，而家商界都大幅裁員喎 ，AI 浪潮下商界大幅裁員，你仲驚嗰啲人才流向商界？商界都唔需要咁多人才，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咧 ，if not now when 去凍結公務員嘅人工咧係遠不足夠，應該大幅將高級公務員問責官員嘅人工咧係以2成、3成、4成咁去削減，咁先合理，甚至乎裁撤嘅。咁嗰啲其他嗰啲小型嘅改革增加飛機乘客離境稅16億一年，減大學嘅資助撥款13億一年，13億3年應該係私家車邊境建設費10億，咁呢啲都係好過冇啦，係咪？增加少少嘅收益啦。喂，仲有呢個發展智能港口無處不旅遊，呢啲又使錢喎，10幾億。河套區同埋香港園區有37億預留，政府配對基金有15億，發展品牌有15億。呢個嘅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又搞10億，即係呢啲係俾啲 DeepSeek 嗰啲用係嘛？文心一言嗰啲去用係嘛？呢個科創加速器1.8億，咁呢啲又係使錢嘅嘢嚟嘅。實際上咧，而家嘅結論我話俾大家知，今次財政預算咧就係將個炸彈留翻俾下一手，完全咧係冇任何嘅政治承擔、財政承擔，冇大幅削減開支，所以留翻俾下一手咧就要削減開支以及加稅。如果而家呢一刻咧，佢只要大幅削減開支咧，佢將來加稅嘅力度就唔需要咁重，發債嘅力度亦都唔需要咁大，
而家就大舉發債，所以下一步呢，2-3年後呢，就要大舉縮減開支，同埋呢同時間要大舉加稅，先可以挽救到而家嘅財政儲備嘅短缺嘅問題。咁所以我講咗好多次，香港就同世界各國都唔同，唔能夠因為話香港財赤好少，人哋好多因為香港百幾年呢都係個自由港、免稅港、低稅率嘅一個經濟體，所以如果一旦動咗呢個嘅根本根基嘅話咧，呢個祖宗根基啊，香港嘅擎天之柱咧就會動搖噶，香港嘅經濟咧都會岌岌可危。咁但係短期就冇乜影響嘅，因為即係佢而家發債就可以捱住嘅。咁所以香港嘅股市咧亦都捱得住啊，因為佢有利好因素，就係習近平搞死咗民企咁多年之後咧，而家要放寬啦咁所以變成咗民企可能會有輕微嘅復甦加上咧美國嘅股市嘅資金會流翻去香港股市，咁所以短期都好嘅。咁但係地產咧，地產係長期投資嚟噶嘛。香港咧而家嘅環境適合短期博弈，但係長期嘅投資咧就難啦，所以地產咧亦都難以復甦喺而家呢刻即使咧舊年嘅交投成交多咗，但係樓市並冇顯著復甦個原因係點解啊？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使而家買嗰啲人係有剛需買咗，但係都係睇淡後市，所以佢哋出嘅價錢先會咁低。再加上咧地產商有大量嘅囤積，將來咧就要出貨。而家新世界咧就陷入咗即係經營嘅危機啦，咁所以你其他地產商亦都陸續燒到咯，所以喺咁嘅情況咧，佢哋要急於出貨，變成咗咧呢個供應咧係源源不絕，所以二手樓亦都難以賣到好價錢。所以我哋話，如果移咗民啲人有啲唔開心，我時咧遇到啲困難啦，遇到啲唔開心啦，我就突然間咧諗以前賣咗個樓，買咗個資產，再去銀行估一估價，上中銀嗰啲去估一估價，估完之後望一望咧，我哋人開心翻嘅有啲黑心真係唔好意思。咁順便要即係同大家道歉啦。尋日咧我講到呢個嘅中國人均預期壽命係咪高過美國嗰條影片咧？我內容係完全冇大問題嘅，但係有一個咧數據我讀出嚟咧，自己戴個老花嘅眼鏡咧就冇戴得清楚，就係關於呢個印度裔其實就唔係印度裔，應該係咧印第安裔，我就講錯咗，咁我剪走咗嗰句噶啦。其次咧我就話咧印度裔可能咧因為嗰個收入即係唔理想，所以咧就可能冇買到保險咁呢個都係錯誤嘅描述嚟嘅其實係印第安裔，我講錯咗，因為印度裔咧喺美國又好英國又好咧，其實應該係收入最高一個群體之一嚟嘅同華裔咧應該係不相伯仲喎咁所以我當時咧就係因為即係而家個 mon 咧係隔好遠噶嘛因為我以前個 mon 喺我前面嘅，而家個 mon 咧就隔好遠，因為我而家用埋個 mon 咧去錄埋影所以佢隔得好遠嘅，所以我一時咧就眼花睇錯龍，我剪走咗嘅。有啲讀者就指正咗我就非常之感激錯則改之就無則加勉啦。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文字版咧就有喺收費平台 Patreon 同 YouTube 會員咧就見到嘅咁仲有獨家內容咧都喺會員區，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知識有價用年費訂閱15蚊美元一個月就可以咧無限重溫翻以往嘅內容噶啦。咁多謝大家支持，今日講到呢度，拜拜。